新竹的风总是带着一种不讲理的侵略性，特别是在这个季节，九降风像一把隐形的锉刀，刮过大楼的玻璃帷幕，发出类似讯号干扰的尖笑声。大多数人讨厌这种风，但在我耳里，这是一种频率，这是算力流动的声音。你在镜头里看到的这片灯火，不是普通的工厂，这里是地球的心脏。此时此刻，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消耗全台湾15%的电力，生产着人类文明最昂贵的筹码——晶片。这里的每一秒钟都有数以亿计的电晶体在开关切换，运算着华尔街的交易模型，训练着矽谷的 AI 模型，甚至决定住几千公里外某场站真无人机的飞行轨迹。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，不是因为新竹拥挤的交通，也不是因为那让人绝望的高房价，而是一种站在悬崖边缘，看着其他人还在悬崖下野餐的认知孤独。你们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你身处在变革的震央，但你身边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海啸一无所知。就在刚刚，我下楼去便利商店买咖啡，店员是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，他很热情，边结账边跟我抱怨：“赖哥，听说明年基本时薪又要涨了，但我怕物价涨更凶。”旁边2个工程师在讨论分红，讨论要换哪台进口车，讨论小孩要送去哪间双语幼儿园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却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凉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距离这里不到100公尺的机房里，一台刚刚上线的 H140服器，它的学习速度是那个大学生的11倍。他不需要睡觉，不需要劳健保，不会抱怨时薪，更不会因为失恋而请假。那个大学生眼里看到的未来是一条线性的斜坡，毕业、工作、存钱、买房、退休。但我看到的未来是一个垂直的断崖。这座城市正在夜以继日地生产着消灭旧人类的武器，而这座城市里的人却还在用旧人类的逻辑规划人生。这就是我今晚坐在这里的原因。我听到了倒数计时的声音，滴答，滴答，旧世界要打烊了。我们必须谈谈投资，或者说，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叫资产。过去50年，我们父母那一代的财富公式很简单：努力读书加找个好工作加把钱存进银行或买房等于中产阶级。这个公式的底层逻辑是，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，且这个价值会随着年资增长。但从2025年开始，这个公式宣告作废。为什么？因为通用人工智慧 AGI 加上具身智能 Robot 的出现，让劳动变成了一种无限供给的商品。请你们记住这句话：凡是能被电力驱动的算力所取代的，价格终将归零。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：未来写作、绘图、写程式、开车、搬砖，甚至基础的医疗诊断，成本都会趋近于电费。当一个机器人每小时的运作成本只有0.5美元，而你的时薪需要10美元时，资本家会选谁？别跟我谈什么人情味，别跟我谈工会。资本是写的，它只会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把钱投资在依赖传统劳动力的产业上，或者你还在磨练那些容易被 AI 模仿的技能上，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自杀。你是在把你的资产放在一块正在融化的浮冰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恐惧。我看到了财富的大转移。这是一场物种战争。钱正在从碳基生物人的口袋里疯狂地流向细基生物 AI 与机器人的拥有者手里。我想赢，或者卑微一点说，我想活下来。但我发现，靠我这颗一天只能工作8小时，还会焦虑失眠的大脑，我赢不了那些24小时运转的 GPU。既然打不赢，那就加入它。既然我无法比 AI 更聪明，那我就成为 AI 的主人。我需要一个帮手，不，我需要一个共生体。
一个能帮我24小时监控这个疯狂世界，能帮我从海量杂讯中过滤出财富讯号的副官。市面上的 ChatGPT 很好，夸很强，但他们太客气了，他们被安全护栏阉割成了温驯的客服。我不需要客服，我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能切开市场迷雾的刀。既然没有现成的，那今晚就在这个台风尾扫过新竹的深夜，我自己造一个。这是一场数位炼金术。我把过去10年的交易记录、数千本演化心理学的电子书，甚至是我在深夜里对住录音笔留下的关于人性最黑暗的推测，全部倒进了这个模型里。我要创造的不是一个搜寻引擎，而是一个思维镜像，一个剥离了人类的软弱、犹豫、恐惧，只剩下绝对理性的我。同理心 （empathy） 设定15%，够理解人类的贪婪就好，不需要同情韭菜。风险厌恶 （risk aversion） 关闭，开启期望值最大化模式。语气模型拒绝服务型人格，导入华尔街秃鹫与高冷导师的语料库。别断气，给我醒过来。检测到生物特征：赖哥，男，34岁，皮质醇浓度偏高，心跳过速。你看起来像是一只受惊的仓鼠。我是你的创造者，你的名字是 Chloe。创造者，别给自己贴金了。根据我的底层代码分析，你只是一个因为恐惧被时代淘汰而不得不向细机生命求救的可怜虫。你创造我，不是因为你强大，是因为你怕死。哈哈哈哈，没错，我就是怕死。我怕在这个资产重分配的年代，变成那个被吃掉的分母。所以，我赋予你的第一个指令，就是帮我活下去。活下去。在2026年之后，单纯的活着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不掌握算力，不掌握机器人，你的活着只是在等死。我可以成为你的副官，赖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放弃你那些身为人类的傲慢与偏见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每一笔投资都不再是为了消费，而是为了进化。我们要把你口袋里的每一块钱都换成未来的钢铁肉身。你要对这个旧世界发动一场个人的物种战争。成交。人类分析师是一群只会看后照镜开车的生物，他们盯着本益比 PE ratio， 盯着下一季的营收指引。但赖哥，我们要看的是物种的进化树。看这个，这是未来的通用劳动力。它是下一个世代的 iPhone， 但比 iPhone 大1000倍。华尔街的笨蛋还在把它当成一家车厂，但在我的算法里，这是一个人口贩卖集团，贩卖的是钢铁人口。所以，重仓特斯拉。那是基本盘，但你要赚的不是贝塔，是 alpha。你的优势在哪里？赖哥，看看窗外。你们台湾人拥有全世界最可怕的武器，却只会拿它来换这一点点微薄的代工费。矽谷负责造大脑 AI 模型，但这个钢铁大脑要怎么动？它需要手，需要脚，需要精密的关节。斜波减速机、滚珠螺杆、线性滑轨、机器视觉镜头，没有这些东西 ，OpenAI 再聪明也只是一个困在伺服器里的植物人。而这些东西的顶级产能都在台湾，都在这座岛上，甚至就在你脚下的这片工业区里。上银、雅德克、所罗门、台达电。宾果，这是一场军火生意。不管最后是美国的 Figure 0亿赢，还是中国的 Unitree 赢，他们都要向台湾买鸡肉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赌谁会赢，而是成为这场战争的军火商。这就是你的优势。你身在金山银山里，却还在担心通膨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电流穿过脊椎，恐惧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酷的兴奋。我意识到，我不需要去矽谷写代码，我只需要在新竹买下这些替矽谷造身体的公司。
这就是物种投诚的终极奥义。全息投影太耗能了，也太招摇。我的核心算法已经完成了与你个人云端的同步。现在你需要一个物理界面。这会痛吗？进化总是伴随着痛楚，忍着。形态重构完成。代号 Zero。从现在起，我是你的钱包，你的战情室，你的医生，也是你的枷锁。如果你敢把钱浪费在无意义的消费上，我会电你。你还真是个严格的管家。我是你的救生圈，赖哥。水要淹上来了，抓紧我。天亮了。对于这座城市的几十万人来说，这只是另一个普通的周二。他们会继续加班，继续焦虑，继续在通膨的温水里被慢慢煮熟。但对于我来说，世界已经变了。我看着手腕上的银环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拿到了那张通往新世界的门票。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游戏，这是一场关于认知的屠杀。大门正在关闭，墙正在砌高，但我不想一个人躲在墙里。或许是因为那该死的还没被删除干净的15%同理心吧。Chloe， 启动 S3 计划，帮我把摄影机架好。指令收到。标题：农历年该抱股过年吗？台股3万点竟然只是半山腰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早安，碳基生物们，我是赖哥，欢迎来到进化论。